当我们进行手机直播，或者说 APP 功能演示，手机操作教程的时候呢，都需要将手机高清的画质投屏到电脑上。那这个呢，是我在21年分享的一款投屏方案，通过 USB 线连接到手机，就可以将手机的画面投屏到电脑上了。那当时呢，我仅演示了基本的投屏功能。那今天我会将目前最好的3种方案整理并分享给大家，而且每一种方案都是零延迟、高画质、纯免费的。3种方案呢，不仅仅支持高清投屏，也同样支持通过电脑来进行对手机的控制及更多高级的功能。那大家可以先关注、点赞、收藏本视频，因为真的非常好用。那这次呢，我们整理了3种投屏方案，每一种投屏方案都是非常好用的。第一款呢是一个浏览器插件，它的功能呢相对于下面2种呢比较简单，但是它也能满足我们绝大部分的使用场景。第2种方法呢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款在线工具，免安装。那它的功能呢比第1种浏览器的插件的这种方法会更多一些，非常的好用。第3种方案呢也是我21年第一次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工具。那本次呢我会进阶的把它更高级的功能给大家进行演示。而且呢，第3种也是目前为止投屏加控制可玩性最强的一种高级方案。好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1种浏览器插件的方案啊。这个方案呢，就只需要在谷歌浏览器安装一个谷歌插件，安装之后呢，把手机有线的方式连接到电脑上，然后呢，通过浏览器打开这个插件，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手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连接的是我的手机的一个界面，然后呢，这个位置是可以截图的。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支持熄屏，就手机呢去熄屏，但是投屏的这个界面还是正常操作的。然后呢，这个位置是支持手机的文件管理。那我这边呢整理出了这款投屏工具的4个核心功能啊。它首先呢支持高清低延时的投屏，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功能。第2个呢，它也支持通过在浏览器的这个插件，通过鼠标键盘反向的控制我们的手机。比如说点击我们的本地的应用啊，进行一些打字输入啊，这都是可以的。第3种呢，它支持手机熄屏，就说你点一下这个按钮，我们的手机物理设备呢屏幕是熄屏的，但是呢在我们投屏这个界面还是依然可以使用的。它的第4个特点呢，就支持通过这个工具啊管理我们手机的文件，可以进行上传下载。那第2个工具呢，就是这一个在线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是免安装的。只需要我们的浏览器打开我们的界面，输入这个网址，然后呢，把手机同样通过 USB 数据线连到我们电脑，点击连接。连接之后呢，那首先第一个界面呢就是设备的概述啊，包括你当前设备的安卓版本号、电量、IP 存储信息等相关的信息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而且它更多的功能呢，首先它不仅仅支持文件管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支持手机上的应用管理，包括上传、安装以及卸载应用啊，这都是支持的。同时呢，它也是支持最基础的投屏，而且非常的高清画质然后它有很多高级功能，那稍后呢我都会给大家进行演示。那这面呢，我整理了跟上面浏览器插件的这款投屏方案的相似，以及比它更多的功能。那上面呢，基本的功能，比如投屏，对吧？高清低延时的投屏，反向的操控手机，支持手机熄屏并且继续投屏，而且也支持文件管理，对吧？这4个功能呢，跟上面的浏览器插件是一模一样的。那下面呢，我又整理出来这款工具比上面浏览器插件更多的4个功能，比如说它支持手机 APP 的管理，这个管理是支持安装和卸载2个的。那下一个呢，就是它支持复制粘贴同步，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远程投屏之后啊，我们打开本地的文件，或者说打开本地的 TXT 短信等功能，它支持呢，就是你用电脑操作你的远程手机，进行手机内容的粘贴复制，这个内容可以同步到我们电脑端啊，还是比较方便我们用 PC 来控制手机的。那同时呢，它支持手机的 APP 管理啊 ，APP 的安装以及安卓 APP 的删除卸载。而且呢，这款工具是纯免安装的，什么意思？就是打开一个浏览器，输入网址就可用不需要像上面这款浏览器插件，还需要打开谷歌商店，然后呢进行浏览器插件的安装，对吧？那它是免安装的。那第3款工具呢，也是我21年给大家第一次分享
的一款工具。当时呢，我只给大家演示了基本的投屏功能，对吧？它有很多很多高级功能，值得我们继续去学习和使用。而且这款工具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好用的一款工具啊。那这款应用的功能特点呢，我也整理出来了，跟上面相似，以及比上面两种方案更好的一个功能点。那比如前7个，对吧，都是跟上面相似的，高清低延时的投屏，操控手机，手机熄屏继续投屏，以及文件管理呀、APP 管理，而且呢也支持复制粘贴的同步。支持手机 APP 的安装，它只支持安装，没有办法支持卸载。最后呢，它也支持一个叫做屏幕的触控点。这款工具它支持，就是当你用手去操控自己的物理的手机上的时候，那在电脑的投屏界面呢是可以显示我们手机上面操控的触控点的。这个功能呢，稍后我也会给大家进行演示。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演示第一个浏览器插件的这个投屏方案。那首先呢，我们要在浏览器中安装这个浏览器插件。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或者说在浏览器的插件商店中呢搜索这个插件名称，然后呢完成安装。那安装完这个浏览器插件之后呢，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插件图标，就可以进入当前的一个界面。此时呢，将我们的手机通过有线的方式连接到我们的电脑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一下 Connected。建立连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我当前的一个手机界面，是吧？那大家应该能看到，下面是我的手的实际操作，上面呢是整个的投屏的实时界面的显示，整个的延时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它的基本功能呢还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可以选择整个投屏界面的放大和缩小的。然后呢，下面是我们基本的操作界面，对吧？这都是可以看到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基本的3个触控栏。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否显示下面这个触控栏，我们把它关掉没有了，点击一下它就有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位置是可以截屏的，点击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截屏，就把我们当前手机截屏，并且保存到电脑上。这个位置呢是一点它，我的手机就会熄屏，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点击一下它之后，我们这个投屏界面还是正常可以操作使用的，但是我们的手机的这个界面会马上熄屏，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对吧？手机已经熄屏了。好，我们把它点亮。但这时候我们先看一下对吧？还可以继续操作的。我们把它点亮。这个位置呢是可以直接进行文件的管理，点击它之后，对吧？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文件管理的。那这款工具就已经非常好用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投屏的延时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好的，那这款工具呢我们就演示到这里。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一下第2款，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超级好用的浏览器的在线工具。这款工具呢，首先是支持免安装这是它的非常大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用户不需要去折腾什么浏览器的插件商店安装它，也不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些什么命令行工具应用什么的，只需要在浏览器谷歌浏览器打开并且输入这个网址，然后手机呢通过有线连接完成配对就可以使用了。那它非常的方便，功能呢也非常的多。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打开浏览器，然后呢，在这个浏览器中间输入我们的这个网址，这个应用的一个网址。输入之后呢，这个位置我们点击配对设备，点击它。那这个位置呢会显示当前电脑连接了哪些手机设备。我当前呢是把我的小米10连上了，那我们点一下它，点击连接。连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当前界面显示了一个设备，对吧？这个位置呢点击连接，刚才只是配对，这边点击连接。连接之后呢，首先这个界面会显示当前设备的基本信息，比如是否连接了 WiFi，当前的 WiFi 的 IP 地址、电池电量、安卓版本，以及可用和已经用了的存储信息和当前的内存信息。那它还有很多复杂的功能比如说这个位置呢支持文件的管理。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文件管理，上传、下载、删除、重命名，详信息都是支持的。那这个位置呢 APP 管理支持管理当前设备中已经安装的 APP。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安装的这些 APP 可以进行删除卸载，这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支持当前在设备打开这个应用功能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个位置呢是投屏界面，那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连接这款设备之后呢马上唤醒界面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建立投屏之后，手机的界面会马上变成黑屏。
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下面还有很多功能同步我们的这个粘贴板复制粘贴的板，一旦同步完之后呢，在我们操作我们手机的界面的时候，这个内容可以同步到我们当前的 PC 电脑上。那这个 Video 界面呢，是对投屏的影像画面进行一些配置。这里面我们讲几个核心的有用的参数，比如说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是传输画质的码率。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数字越大，整个画面的精细程度越高。那我们这边推荐大家使用16，然后6个0就足够大家使用了。这个 Audio 的选项呢，是你当前手机设备的声音是否转发到 PC 电脑端。如果我们把它勾选到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投屏的这个界面就会播放手机的声音。好的，那我们来演示一下投屏。首先呢，点击 Start， 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在的话这个是界面对吧？同步的，这是我手的控制，这两个同步的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进行基本的控制，点开网易音乐，然后呢，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声音播放。大家可以听到哈，现在它的声音是播放的手机的声音，而手机我并没有播放声音。这个位置呢，可以同样的设置音量的加减，这有基本的操作。好的，那这个工具呢，我们也就演示并讲解到这里。这个工具呢，已经非常好用了，在我们绝大部分场景下，这个工具都是满足我们需求使用的。那我们接下来演示的呢，是第3个，也是最后一种投屏方案。这个方案呢，也是目前功能最全面的一个方案。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进行演示。要想使用这款工具的话，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安装。那打开这个 GitHub 界面之后呢，选择我们对应需要安装的平台，我们是 Linux 还是 Mac 还是 Windows， 它都是支持的。那我们呢，以 Mac 平台作为演示。Mac 平台要想使用这个投屏工具呢，我们需要安装2个应用包。第一个应用包呢，也就是我们本次投屏使用到的主体程序，我们通过这个命令就可以完成应用的安装。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ADB 的一个工具这工具呢安装也非常简单，通过这条命令即可以安装完成。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打开一个命令行终端，然后呢在命令行终端输入这个命令后面加个参数-t，这个-t的选项呢，就是投屏之后呢，我们通过手机进行演示的时候，可以在投屏的屏幕上显示用户操作的触控按键的操作轨迹。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哈，运行完之后呢，这个界面就出现了我当前手机上的一个桌面。这个桌面呢，也是可以通过首先我们远控，对吧？这都是可以的。然后我刚才说这个工具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它比前2个工具多了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支持用户触屏的轨迹显示。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演示。现在这个是我的电脑来控制手机，那我现在想远程的给用户进行操作手机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哈，我在操作手机的时候都在显示这个操作轨迹，大家看到了吧？这轨迹球就可以给清楚的用户看到我当前点击的是哪个应用，这样用户就可以清晰的知道我们当前的演示的功能是什么。这个工具比前2个工具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这款工具呢还有很多高级的玩法，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打开这个快捷键的一个Markdown 文件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专门做了很多定义。首先呢，它支持屏幕的左转右转，支持一些快捷键来实现手机上面的 Home 键、Back 键以及 Menu 键和音量上升和音量下降键以及 Power On 都支持的。同时呢，它也支持通过快捷键的方式来实现打开远程之后实现屏幕的熄屏、继续投屏的功能，它都是支持的。而且还有很多的玩法比如说复制粘贴，对吧？这基本的功能它都在这儿呢。而且呢，也支持拖拽式的安装应用，它的功能呢非常多，也非常的高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的根据自己的需求一点点去学习使用。那我们本次呢，一共分享了3个投屏工具。第一个工具呢，是用起来最简单的一个浏览器插件，基本的核心功能呢，它都是具备的。第2款呢，也是我非常推荐的，用起来呢，它是免安装，非常好用的一款在线工具，
除了呢没有用户操作的触控点显示功能，其他的功能都非常的完善。第三个呢是功能非常高级、非常全面的一款开源工具，大家需要学习一下它的高级玩法，那这样用起来的话会更加得心应手。那上面3款工具呢，我这边做了一个功能对比的列表，清楚的告诉大家每款工具它的功能特点包含哪些和不包含哪些，这样大家可以酌情的选择去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哈，上面的3款工具核心统一都支持这些功能，就是都是免费的，都可以离线使用。那为什么我把它呢加了个括号呢？就是其实它本身是一个网页打开，但打开之后呢，你可以断网，断网也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里面括号我备注了一下，仅需打开一次。这3款工具呢都是支持高清低延时的投屏，而且也都支持操控手机，而且呢每一款工具也支持手机熄屏继续投屏，也都支持文件的管理。那接下来特点就是在线的这款工具呢，它支持播放手机声音、复制、粘贴同步、手机 APP 管理。这里面我备注了一下，只有这款在线的工具的应用管理功能支持安装和卸载，而我们的这款免费开源的工具呢，它只支持安装，不支持卸载。然后呢，屏幕旋转功能呢，这2款应用都支持。显示触控点功能呢，只有这款工具支持。工具免安装呢，也只有中间这款在线的工具是支持的。好的，3款工具的功能特点对比以及功能的演示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希望了解工具的深度使用方法，或者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工具，欢迎留言。这个视频对于你有用的话，也请对本视频点赞、关注、收藏。我会继续将发现的各种好玩、有趣、有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手机投屏”即可获得本期分享的所有工具链接。我们再见。